欢迎收看截拳道的武道释义。在我学截拳道的初步，然后中间，甚至一直到现在，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很多的突破，很多心灵上面层面的觉悟。所以也希望这个武道释义可以帮助到大家。那这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武道释义内容是：请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这句话呢，其实在当初我在学截拳道的时候，对我来讲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因为讲坦白的，在当年啊，并不是一个那么爱看书、读书的小孩。所以在当时我拿到这个师父的这个武道释义的这本书，也就是李小龙截拳道的这本书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形去看这本书，因为可能我对于武学上面、对于武功上面有这个需求跟想法，进而的我在里面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精神。书差不多我的第一本书看到都快烂掉了。那这一句话在当时给我的感觉，一直到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再到我当了馆长以后，我再回头去看这些师父的武道释义，在每一个时期，我都会觉得这些话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想法。那这一句话呢，对我的影响算是相当深刻。请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将我们自身比喻成是一个杯子，而这个杯子里面本身已经装有液体，所以今天你必须要请空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先入为主的想法，就如同某一些传统武术，他会把门关起来，认为自己是最强、自己是最好、自己是最厉害。也如同现在有一些比较现代武术的，他会认为传统武术没有用，这个没有用，那个没有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都有自己的立场，都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针对我们喜爱的事物跟不喜爱的事物上面，我们的立场偏移会非常的严重。那这种东西对以前来讲是更尤其的严重，而现在有了网络之后，是另外一种方向的严重。那其实它也不是只是表达在武学上面，而是我们对于这个世间万物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先入为主、一个成见、一个立场，先去设定了，而导致呢，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饱和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再吸收，因为我们不愿意吸收。所以师父的这一句话，请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今天要抛开你的成见。你今天必须要把你所有原始的偏见、立场、拒绝，都去进行一个调整，都将它抛弃掉，你才能够在全新的去注入全新的知识、全新的能量、全新的想法，进而的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开阔。所以当时我对于这一句话所得到的一个感召，就是去抛开以前我认为我学这个有什么用？没有用啊！我一定要学直接欧啊，直接踢，直接打，要扁啊！然后你告诉我做步法，或者你今天叫我去练基本功，这有什么用？那个时候其实这一句话让我产生了蛮大的改变。其实，在几乎所有的事物上面，都尽量的让自己依照这句话去走。而最后一句话叫做"空无以求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必须要保持是空的，而你保持着一个完全可以去接纳别的东西的情形，这个才是你有办法继续成长，你才有办法突破的点。这句话其实也代表了整个截拳道的核心心态。我们不是门派，我们是一个融合，我们是一个结合，我们是一个将现有的很多的精华、很多的重点、很多大家遗忘的东西、遗忘的源头跟核心，重新去结合起来，让这个武术，也就是让我们的人的技术可以变得更完整、更完美。所以这一句话在当初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那在我整个截拳道的教学的历程当中，对学生的影响相对也是很大，因为我要不停的让他们去了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都有他的立场，都有他的成见。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一句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了解跟解说。可是大家要知道，这就是一句话，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精神层面跟意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所以在我当初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我得到的内容其实就真的很单纯，就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哦，我不要当一个有成见的人，我要先把我的认知想法先都抛弃，然后呢，我们再来注入全新的元素，然后再去追求一个自我的成长跟满足。那到后来呢，我对于这句话的想法，隔了多少年之后，我又重新的再去思考了一下。我就发现，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再深一点，它可以再更多一点的含义，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包含人与人相处上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接纳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将它抛弃掉，而是你可以先将它放到一边，请空你的杯子。你可以想象成你不是只有一个杯子，你可以先将你内心，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讨论武术，今天在讨论宇宙论，今天在讨论什么东西，你可以先把你的这个想法移到旁边，然后拿一个空的杯子，重新的去承接你这个区块的东西。也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聊天、在吸收知识、在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它或许会跟你原有的认知产生冲突，让你原始的东西变得不干净。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完全 open 去听新的东西，然后呢，自己再将它消化。原来我们都只是在讨论杯子，可是实际上，当你的杯子装满了之后，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它喝下去。当你把你的杯子里面新的东西、旧的东西喝下去之后，就是由你来决定你喝下去的东西它会变成是什么样的口味。所以，如果今天你喝了一杯酱油，你就是酱油味；你今天喝一杯茶，就是茶味；你茶煮过了就焦味；你茶泡淡了就没什么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自己的杯中物，你是如何的去调整，你吸收了什么，喝到了什么。那最后喝下去之后，你可以经过你自己身体的器官跟大脑，重新的去思考这句话带给你的含义，而你选择把多少变成你的认知，再选择把多少把它放到角落。你以后会我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是我个人并不是这样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点，而不是今天你只要听到一个说法 ，no， 不要，我不接受，我不喜欢，没有，不行，不可以。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你就一直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所以记得"空无以求全"这句话讲的，有的时候也不是你脑袋去放空，也不是你什么都没有，而是你对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是否有先去给它绑上一个标签，为自己捆上一个枷锁，让自己没有办法去获得更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去朝全的这个方向去走。可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如果在这个心态上面，你可以把自己放得更自由。不要想象成你变得是更没有立场、更没有原则、更没有主见。No， 你要去想象的是，你是一个更自由的人，你可以接纳更多的东西，你可以选择你接纳的东西会变成什么，对你影响多少。这个才是在我们在人生，或者是在武学，或者是在这个智慧的道路上，我们努力去追求的目标。好，这就是这集的武道释义，跟大家分享，请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